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不费力，却总能赢？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，更不是因为他们知道的更多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用的是另一套玩法。今天我跟你分享一个刷新你认知的真相：你离那种惊人的高维度的聪明，其实只差几个思考工具。听懂它们，你就再也不愿回去；用上它们，你就不再和别人玩同一个游戏。大多数人以为我知道越多，我就会越聪明，但这类聪明只会让你累。真正的高手不是记住一堆事实，而是拥有一套别人没有的心智结构。别人知道100条知识，他们只需要一个模型就能把这100条知识连起来。这就是差距。普通的大脑收集资料，高维度的大脑打造系统。它们看上去一样，但表现完全不同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本质上是一台预测机器，你每一个决定都在对未来下注。如果你的预测准确度从60%提高到63%，听起来变化很小，对不对？但它的长期效果是人生级别的差距。你少踩80%的坑，你提前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，你不再被动反应，而是主动出手。这就是为什么智慧从来不是记忆力，而是前瞻力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怎么提升前瞻力？不是背得更多，而是想得更深。这就需要心智模型。心智模型是什么？一句话，它是把复杂世界简化，让你更快做出更好决定的原则。比如激励驱动行为模型，意思是想理解一个人的行为，那就要看他背后的激励。又比如系统若不维护就会衰退模型，意思是任何东西不维护都会坏掉，感情、健康、能力、事业都一样。当你收集足够多的模型，你的大脑就像拥有一把瑞士军刀，任何问题你都有工具能拆解。这就是高维度智慧的底层逻辑。世界本来是不分科目的，只有学校才把它切成数学、历史、文学。高手不会这样，他们学金融，但同时懂心理学；他们看历史，同时看策略；他们学管理，也懂人性。跨领域等于把多个知识融合成一个超级洞察。真正的突破永远发生在边缘地带。达芬奇懂艺术，也懂工程，你也应该如此。几乎所有的输家都输在一个字：等。知识不用就会消失，洞察却不实践会变成负担，犹豫会让好想法溜走。高维度的智慧有一个特征：想到立刻做。你从想法到执行越快，你的思维就越锋利。这是属于高手的节奏：快思维、快反馈、快升级。另一个让你变得聪明惊人的能力是感知。你如何看世界，决定你能看到什么。你开始注意别人听不到的信号，对方说谎前的轻微停顿，一个行业的趋势还没出新闻时的微妙变化，一段关系正在下沉的早期迹象。这不是算命，这是高敏度觉察力，而觉察力来自有意识的关注。智慧没有勇气，只会变成你永远用不到的潜力。多数人不是在思考，他们只是在回放社会给的脚本，家庭给的脚本，文化灌输的脚本，工作要求的脚本。而高维度的头脑会做一件事，质疑脚本。为什么会这样做？这条规则是谁的利益？如果我不这样做会怎么样？真正的成长往往从你问第一个为什么开始。聪明的人不怕失败，他们怕的是失败之后不学习。每一个错误都是一个数据点，
我哪里判断错了？我忽略了什么信号？我下次该怎么做？当你把错误收集起来，你会发现那是你人生最宝贵的数据库，它比任何课程都值钱。大脑再强，如果电力不足，也发挥不了。睡眠、运动、营养不是生活方式，而是大脑性能的3大驱动器。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很难保持精神敏锐，这不是鸡汤，这是生物学。世界变化太快了，大多数人的反应速度永远跟不上，但高维度的大脑不怕变化，它把变化当成信号，它能更新信念，能丢掉旧结论，能放下旧成功。你能在不恐慌的情况下转向，你就已经赢了90%的人。智慧最强大的地方在于，它一旦开始运转，就会复利增长，变得惊人的聪明。不需要天赋，你只需要一个愿意升级的大脑，学习更快，连接更深，看得更清晰，行动更迅速。在显而易见变得显而易见之前，你已经行动了。当你看懂游戏之后，你不会再只是玩家，你会成为设计游戏的人。我们下次见。